这个女人在陌生的会议桌上醒来，身上的衣服不但完好无损，脸上的妆容也十分精致。还没等她搞清楚状况，音箱里忽然传来男人的声音，只是这个声音不是在做个人介绍，更不是在威胁，而是要做一个问卷调查。在这种陌生环境，谁会接受这种奇葩的要求？他抬手就要开门出去，但是门却根本无法打开。顾不得多想，他赶忙开始寻找其他出口，结果自然是一无所获。与此同时，音响里再次传出要求问卷调查的声音。没办法，他只能答应这种奇葩的要求。Great, off we go. Now to start, who are you? 是的，他根本不记得自己叫什么，而所有的问题都是关于他身份的询问，结果自然无一例外，全部是不知道。作为一个连记忆都没有的人，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慌瞬间侵占他的身体。也就是在这时，身后的门突然开了。That's a perfect score. 镜头拉远，诡异的身影变成一个矮小甚至有点猥琐的男人，他就是我们的男主马克。面对女人发疯似的询问，他的表情没有任何波澜，依旧照本宣科，要把书中的鸡汤一句句喂给女人听。不过人的耐心都有限度的，女人自然也不会例外。Ow! Fuck! That lock's from out there. Let me out! 这是女人第一次要求出去，谁知被打的马克不但不生气，反而淡定地坐到她面前，又开始照本宣科，一句句的毒鸡汤。这种不疼不痒的人真是太恶心了，直接是在挑战人的极限。Let me the fuck out of here! 当女人第二次要求出去后，马克的情绪终于出现波动，说出了书本外的第一句话。You've asked twice to be let go. Ask one more time. I would like to leave the building now. While disappointed, I'd hate to keep you somewhere you're not happy. 真是太无语了，就连这种要求，他都要严格按照书本要求来。只是让女人万万没想到的是，外面竟是无穷无尽的白色走廊。不知跟在身后走了多久，也不知拐多少弯后，马克终于停下来，并告诉他转过去就是通向外面的楼梯间。以为能够出去的女人心情大好，立马便和马克开起了玩笑。You're not coming with me? I just can't watch you leave. Of course you can't. 只是女人却高兴得太早，因为后面才是真正的诡异。这是家什么神仙公司？上班的瞬间会立马失忆，下班的瞬间又立马恢复记忆，完全记不得上班中发生的任何事情，真是应了那句话。眼一闭一睁，一天过去了哈。但是对于正在上班的自己来说，却有无穷无尽的工作。是的，上班的自己不是在睡觉，而是变成一个没有一点外面记忆的人。马克就已在这种状态中工作了2年，但是今天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天。他先是被领导约谈，被告知他最好的朋友也是部门主管老佩已离职，后又被破格提升为部门主管。这种千载难逢的好事降临到自己头上，马克却并没感到高兴，而是感到深深的恐惧，因为想从这个公司离职根本不可能。他需要工作中的自己和外面的自己同时提出离职。作为新的部门主管，马克的第一个工作竟是面试新人，一个睡在会议桌上的女人。虽然中途出现很多意外，但是他最终还是让女人冷静下来，并播放了他入职前录制好的视频。My name is Hallie R. I have, of my own free accord, elected to undergo the procedure colloquially known as severance. I will be unable to access outside recollections whilst on Lumen's severed basement floor, nor retain work memories upon my ascent. 果然如他所愿，当马克和赫利在停车场相遇时，二人真的如同素未谋面对陌生人一样。对于马克在工作时受的伤，公司也用一张补偿卡给出了合理的解释。搬箱子不小心磕到了桌角，不疑有他，马克当即驱车参加姐姐家的聚会。谁知他无意中往外一瞥，突然看到一个白头发的男人站在窗外。可是等他转一下目光后，男人又诡异地消失了。以为是自己眼花的马克并未在意，可是第二天在餐厅里，二人竟再次相遇。这次的男人还直接坐到他对面。面对马克的疑问，男人也不再装神弄鬼，开门见山地说自己就是马克工作时的好友老佩。他说自己通过某种特殊方式打破了2个记忆之间的壁垒，知晓了公司的全部真相，也由此遭到公司的追杀。只是面对一个陌生人的天方夜谭，马克怎么可能相信？仿佛是早已料到结果。男人留下一张贺卡后便匆匆离去，并没当回事的马克在回到家后就开始清扫积雪，恰巧邻居也在清扫积雪，于是二人友好地交谈起来。 You're good people. 今年脑洞最大的美剧终于上映，不只因为剧情脑洞足够大，
更是因为他们是真的要在脑袋上开个洞，并植入一枚分离器，将人的左右脑彻底分离，分别记忆工作中的自己和下班后的自己。2个记忆的分界点就是这部电梯，在经过一个分离层时，左右脑会瞬间完成转换。而这部电梯还有另一个作用，识别所有符号，防止职工将任何消息带出公司。新入职的员工贺利偏不信邪，非要用便签写下离职的想法带出公司，打算给外面的自己看。结果刚踏入电梯，整个楼层瞬间亮起红光，所有门都紧急关闭。这时只有一个男人才有权限开启，他就是令人闻风丧胆的恶魔老费。Come on out. Perhaps you better come with me. Mr. Grainer. 还好贺利的部门主管马克及时赶来，并表示是自己没培训好才出现这种违规，自愿承担所有罪责。就这样，贺利并没受到任何惩罚，而马克却再次被送进了休息室，一个狭窄却无穷无尽的走廊。镜头一转，马克已经疲惫地出现在车里。虽然经过一晚上的休息，他依旧感觉身心俱疲，但是在外面的他根本不记得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出于好奇，他想起自称知晓公司全部真相的老佩，于是他回家拿起贺卡，根据上面的地址驱车前往。不知开了多久，终于来到一处废弃的温室前，在这里，他也再次见到了宛如过街老鼠般的老佩。与此同时，公司里的元老小胡子在工作中不小心打了个哈欠，立马便被保安发现，并带到了员工健康诊疗中心。医生为他播放悦耳的鸟叫，释放沁人心扉的花香，再用诱人的声音告诉他，外面的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只是每一个人设都太假了，什么勇敢无畏，什么泳姿优美，什么受小女生崇拜。不过小胡子仿佛就喜欢这种恭维，甚至不自觉地发出了笑声。谁知下一秒，医生竟用温柔的声音说出了最恐怖的话。That's 10 points off. I was just... Please don't speak further, or all remaining points will be deducted and the wellness session will end. 在便签上写下要传达的消息，仔细折叠塞入笔帽，用胶带将入口密封，掰掉笔帽夹，趁所有人不注意，从柜子里拿出高口径水杯，接一杯82年自来水，最后将笔帽丢入嘴中。谁知主管马克突然出现，也不揭穿他的把戏，只是告诉他，电梯里的编码识别器连藏在体内的文字也能发现。见女人不肯主动吐出笔帽，马克只能更深层次地告诉他，如果被保安老费抓到，会不择手段将文字取出，并给女人一个善意提醒。When he asks how long ago you ingested it, I really can't recommend honesty enough. It's easier for you both if he knows which end to start from. 这明显是过来人经验，何力只能不情愿地将笔帽吐出。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失败。为了将离职信息带给外面的自己，他硬闯过，结果把马克送进恐怖的休息室。他曾将离职写在身上，也被马克发现，同样用经验之谈劝服了他。那么他干嘛非要离职呢？因为在这里工作，他不但没有外面的记忆，工作内容也枯燥，每天需要从海量的数字中挑出令自己不舒服的数字并消除掉。但公司规定，要工作中的自己和外面的自己同时提出辞职才能离职，而每天他都会准时出现在公司，证明外面的自己很喜欢这份工作。这天，马克带领几人组织团建，来到公司的文化长廊。这里不但有公司历任执行董事的塑像，甚至还有创始人居住过的房子。等所有人都散开后，何力瞅准时机，向消防楼梯的方向狂奔，因为那里没有编码识别器。谁知出口竟然锁着，来不及多想，转头去拿灭火器，直接朝着玻璃就砸了上去。很快玻璃被砸出一个破洞，同时也触发了报警器，整个楼层瞬间开始闪烁红光。何力拼命将写有离职的纸条和脑袋往外伸，只要脑袋越过门，就能立马恢复外面的记忆，并看到纸条，成功传达信息。眼看就要成功，马克突然出现，直接将他拽了回来。与此同时，红光突然停了，是恐怖的老费来了。这次谁都救不了他，最终何力迈进了令所有人闻风丧胆的休息室。这是21世纪最恐怖的酷刑，把受刑人的手放在凹槽上，用强光照向他的脸，把忏悔书投射到屏幕，他必须非常虔诚去读。脑电波指数会成为判断是否虔诚的唯一依据，只要不够虔诚，就必须一遍一遍地反复读，直到彻底击垮他的理智，让整个人完全崩溃，脑电波指数紊乱才算过关。何力受罚，马克心里很不好过，去找女领导求情，反被杯子砸了出来。可是他哪里知道，领导其实刚从他家里出来，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女领导竟然就住在马克隔壁。由于脑子里被植入分离器，他的记忆被一分为二，外面的自己根本记不得公司任何事情，所以邻居在他眼里只是个烦人的老太太而已。就在昨晚，
他刚把一个自称是同事的人老佩带回家，并为他提供庇护。本想向他打听公司情况，因为他是唯一一个自称取出分离器、拥有公司记忆的人。谁知从见面开始，对方一直精神恍惚，什么有用的信息都没得到。第二天，马克去上班，把他单独留在地下室。不料他前脚刚走，女领导就潜进家里，每个房间都不放过，甚至也来到地下室。不过好在老佩提前听到开门声，躲在角落里才逃过一劫。趁女领导在打电话，他赶忙溜出马克家。这地方已无法待下去，万一被公司人发现，他必死无疑。当马克下班发现老佩不见后，立马出去寻找，谁知路上正好遇到警车，呼啸而过。出于本能，他跟在警车后面来到一家加油站，在这里他终于见到了老佩。但是本身状态不好的老佩，在看到马克的瞬间便直挺挺倒在地上，彻底告别人世。见状不好，马克上车就跑。最近发生的一切让他感到后脊发凉，不知不觉已被卷入一场巨大阴谋。就在这时，突然传来电话声，竟是老佩遗落的手机来电话了。这种举目无亲流落街头的人，谁可能给他打电话？每天拔1000根头发，外面的自己就算没记忆，1星期后也肯定会提出离职。好主意，何丽也是这样想的。不过对比头发，他宁愿失去4根手指。Cabell, do I look like I'm fucking around right now? 意想不到的是，领导竟十分爽快地答应了。坐在摄像机前，他依旧十分警惕，但是整个录制过程却出奇的顺利，甚至所有人都夹道欢送。这一次，他真的能离职吗？ I was never sorry. 这是什么情况？这都不能离职吗？最终手中的磁盘告诉了他答案。 Hallie, I watched your video asking that I resign. Now Miss Cabell says you threatened to cut off your fingers. But you know what? Eventually we all have to accept reality. So, I am a person. You are not. I make the decisions. You do not. And if you ever do anything to my fingers, know that I will keep you alive long enough to horribly regret that. Your resignation request is denied. 没办法，外面的自己死活都不肯离职，你又能怎么办？但是别忘了何丽是谁，是永不言弃的人，是在休息室里读了1027遍忏悔稿，最终让保安先崩溃的人，让他放弃，不可能。今天注定不是平凡的一天，办公室4人全都产生不安分的躁动。老古董小胡子在串门的路上，意外发现了公司真正的秘密。主管马克被领导察觉出异常，安排去做心理调查。黄金配角小胖竟以加班为由偷翻马克的办公桌。何丽则趁所有人没注意，先顺走一卷电线，再顺走一个垃圾桶，刷上电梯卡，直接把卡丢掉。看样子这次是真的要破釜沉舟了。最终，他打开电梯顶板，将绳子绑在了横梁上。作为年后第一部口碑炸裂的悬疑美剧，同其他美剧经不住琢磨不同，它的剧情让人细思极恐。在这种记忆分割的设定下，上班时不记得生活的样子，下班后不记得工作的内容，每个员工都拥有2个记忆，2种人生。上班的人一直在工作，所谓的下班只是走进电梯换身衣服而已。对于下班的人来说，天天躺平，所谓的上班只是走进电梯关下门罢了。所以对于下班的人来说，上班的自己只是个毫不相关的牲口奴隶，就算在公司里遭受欺辱，也与自己毫不相关。用合理的话说就是 I am a person. You are not. I make the decisions. You do not. 公司也很聪明，惩罚员工都是在精神上摧残，对共用的身体没有任何伤害。就算工作中出现意外，也只会给下班的人提供物质补偿。只要安抚住外面的真身，上班的替身便没有任何话语权，任人宰割。别看何丽在一直闹离职，但她却没想过，一旦外面的自己同意辞职，她将永远无法从电梯内走出，最终从世界上彻底消失。更可怕的是，万一几年甚至10几年后，外面的自己再次回到公司上班，走出电梯的人将会惊讶地发现，这次的一进一出变得不只是衣服，还有瞬间老去的身体。难道上班的人只能任人宰割吗？不，从精神分裂患者的病症可以看出，当生存权受到威胁时，分裂出的人格将会做出激烈的反抗，夺取身体使用权。在这里同样如此。老佩提供的公司地图上有一个区域被打着问号，标注是可能有人居住。那么可以大胆的猜测，当上班的人要奋力反抗时，他会利用共用的身体，签署一份永远生活在公司内的协议，以后无论是睡觉还是休息都在公司内，只要不踏入电梯，就永远不会失去这具身体。他们应该就生活在那个区域里，相应的真身估计已被永远的困在电梯。造反了，终于造反了！
精简部4人浩浩荡荡向设计部进发，就算女领导从监控中看到这一幕，都会感到震惊。震惊马克这么一个既古板又懦弱的男人，竟敢公然带头违背公司规定。就在刚刚，马克组织了一次部门小会，说服大家一起破解公司的秘密。谁知还没开始行动，就被保安发现，而马克也被请进了领导办公室。开始时，女领导还很耐心地劝导，但是当马克问到监督合力的医生去哪儿时，他的神情瞬间变得阴沉，并告诉他，正是由于你俩的私会，才让他因失职被送进休息室。先是合力自杀，又是医生因自己被罚，马克再也无法忍耐，当即发出灵魂拷问 What is it we actually do here? We serve here, you child! And until you get that through your mildewed little brain and hit quota, MDR's hallway privileges are hereby revoked. So get your little ass back to your desk and stay there until you're told to move. 这些话让马克第一次感到耻辱，甚至第一次感受到愤怒。带着这种新鲜又奇特的情绪，他一回到办公室就对同事破口大骂，大发雷霆，当场震惊了所有人。虽然不知道马克为什么发脾气，但小胡子还是主动向他道歉。也正是这种大度的态度，让马克瞬间冷静下来，并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与设计部联手探索真相。很快，他们走进设计部的工作室。由于公司严禁部门之间见面，马克工作3年来还是头一次见到其他部门的人。对于设计部员工来说也是如此，所以众人都十分谨慎。这与马克预想的联手完全不同。为了打破这种僵局，他主动说出楼层内有羊的秘密，并配合设计部主管邀请众人一同探索公司的秘密。就在他们说话时，小胖开始在设计部内瞎逛，并在一堆排列整齐的盒子中发现了一些画着奇怪动作的卡片。他刚想仔细研究，保安小黑突然闯入，现场也瞬间鸦雀无声。小胖趁机将卡片塞进裤兜。在保安的押送下，众人重新回到精简部。女领导早已等候多时，一见马克，她上去就是一顿臭骂。谁知马克听后却面带微笑，甚至被罚去休息室，他还是面带微笑。在去往休息室的路上，更是主动走在老费的前面，目光坚定，昂首挺胸，根本不像犯错受罚的员工，反而更像个领导。其实马克的变化并不只是在公司内，在公司外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下一集会专门讲现实生活中的马克。打开电梯门，里面竟挂着个女人，他是想不开吗？不，本来高高兴兴去上班，结果刚踏入电梯，却发现自己被吊在空中，怎么挣扎都无济于事。刚才还在的保安也不见踪影，最终在电梯里挂了整整5分钟，直到马克下班才被发现。这边刚把女人救下，老费转头就去收拾电梯，甚至立即赶马克下班，完全不顾及何丽的身体状况。最终，马克带着对何丽的担心和愧疚，瞬间失去工作中的记忆，平淡地向保安打招呼，完全记不得前一秒的惊心动魄。第二天，马克刚步入电梯，又再次变回昨日惊慌的神情。只是电梯外不再是何丽，而是女领导。她告诉马克，是他的疏忽才让何丽被迫躺进医院，希望他能反省自己的失职。其实不用他说，马克也会反省，反省当初阻止离职是否正确，反省他是否也是个奴隶。就这样过了几天，上班的何丽终于回归，但是她的记忆还停留在上吊状态，最终在马克的安抚下才逐渐恢复。为了防止何丽再走极端，女领导专门安排医生全天观察，就算拔个眼睫毛都要详细记录，甚至连尿液的颜色也要清清楚楚记录。马克见状赶忙打翻杯子，替何丽解围，又找机会把医生支走，将何丽带去一个偏僻的办公室。他要为曾经阻止他离职道歉，但是何丽对他早已失去信任，根本不听解释，转头就走。马克不甘心，跟在后面喋喋不休。最终何丽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他现在不是要离职，他要让外面的自己付出代价，让他知道那个被当作奴隶的人能顷刻间要了他的小命。马克刚想安抚他，远处突然传来羊叫，办公楼里怎么可能有羊？循着声音走去，果然看到一幅诡异的景象。与此同时，小胡子也有新的发现，2幅完全相反的画作，一幅叫精简部的噩梦，上面人带着设计部的工牌在屠戮精简部的员工，而设计部存放的画作却叫设计部的噩梦，画上的人物完全相同，但是施暴者的工牌却变成精简部，受害者的工牌则变成了设计部。2拨人同时察觉到公司的诡异，但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女领导此刻正在监控前默默地看着他们所做的一切。这条走廊里根本不可能遇见人，但他今天偏偏遇到了。表面上女人是公司里的医生，但她真正的身份是马克已去世的妻子。由于被植入分离器，马克上班没有生活的记忆，下班不记得工作的内容，所以他根本不知道妻子还活着，更不知道眼前的女人就是他的妻子。
3年前妻子出车祸去世，他辞去历史教授的职务，接受了分离手术，每天能有8小时不悲伤，所以他支持分离这项技术，甚至因相亲对象不赞同分离，便以对方不够白而直接拒绝，直到自称是他同事的佩蒂突然死亡。在佩蒂的葬礼上，马克看到他曾经阳光的样子，再对比前几天的流浪汉，他这才意识到是分离技术谋杀了佩蒂。他也第一次对分离手术产生了质疑。这天刚下班的马克打开手机，里面竟有几百条未接电话，意识到不妙，他飞快赶往分娩小屋，因为今天是妹妹分娩的日子。虽然最后确认是个乌龙，但那种无法第一时间知晓亲人危险的感觉让他后脊发凉。趁古凤没全开，妹妹要单独出去借咖啡，并来到调理中心最大的别墅前，里面的孕妇非常友善，不但让妹妹随便喝咖啡，还十分健谈，说自己是第3胎，给孩子起名叫威廉。但是当妹妹问她住这么大的别墅一定很有钱吧，女人却只是疑惑地笑了笑。2天后，2人均诞下了孩子，妹妹抱着孩子在外散步，恰巧遇到那个女人，谁知对方却好像根本不认识她，不但十分冷淡，甚至还说自己的孩子不叫威廉，叫詹姆斯，弄得妹妹一头雾水。回头她查找女人丈夫的信息，这一看瞬间让她汗毛炸起，她丈夫是唯一一位全力支持分离技术的一员。与此同时，在见到新生命诞生后，马克也决心走出阴影，他和飞妹开始频繁的约会，2人关系直线升温，甚至一起去支持佩蒂女儿的演出。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最后一首歌曲竟是在骂他的公司。飞妹看向他感到一丝尴尬，没想到下一秒热情过后，马克平淡地向黑妹提起做分离手术的目的。不得不说，真情流露的男人总是最迷人。黑妹忍不住就嘴了上去。不出意外的，下一个镜头肯定是在床上醒来。重新振作的马克终于决定直面公司的丑陋，于是他来到地下室，打开佩蒂留给他的手机，接起了那个一直拒接的来电。可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对方不但知道佩蒂已去世，甚至还知道他是马克，并邀请他现在见面。与此同时，公司精简部正在经历一场重大改装，曾经开放的入口被改成需要刷卡才可出入的封闭空间，而一直生存在公司的老费也同时出现在女领导的家门口。虽然是汇报工作，但眼睛却一直在女领导身上游走。在遭到呵斥后，才说正事，已定位到帮助佩蒂解除分离的人，现在就去实施抓捕。也就是在这时，马克进入地下通道，踏进一处废弃的实验基地，谁知身后突然出现一个人，这个女人就是帮佩蒂解除分离的瑞卡。可是2人却不知道，此刻来抓捕的老费也进入了地下通道。这个老黑的情商太低了，小胖明显心情不好。嘈杂的环境，冷静下来的马克将照片一片片重新捡起，再用胶带一点点仔细的粘，最终把前期的照片重新粘到了一起。最折磨人的永远是等待，距离实施阴谋只差一步，合理的季度指标。为了等他完成工作，同事们都已闲了整整7天，但还有比他们更焦急的人，女领导。如果今天不能完成季度指标，董事会一定会降罪于他。不过还好，何丽终于在最后一刻完成了工作，而马克他们的阴谋也终于能够开始下一步。马克先是找到女领导，推荐小胖为季度优秀员工，让他可以获得最高奖赏，参加华夫饼派对的资格。谁知女领导好像对马克格外偏爱，竟额外奖励一次心理咨询，而那个心理医生正是马克的前妻。由于被植入分离器，马克上班没有生活的记忆，下班不记得工作的内容，所以他根本不知道眼前的女人是已去世的妻子。这次心理咨询也是前妻最后一次工作，因为就在10分钟前，他刚接到公司的辞退信，被辞原因很简单，监视合理的工作失职。这完全是因自己而起，马克根本无法接受这种结果，他坐立难安的样子，终于让前妻第一次有了正常人一样的交谈，而这次交谈也填补了全片最大的坑，他到底如何复活的？他先是为自己机械冷漠的行为向马克道歉，又说自己的人生虽然也有107个小时，但大部分时间都是这些半小时的心理咨询，唯一的意外正是在精简部的8小时。虽然是为了监视合力，但那是他醒着时间最长的一次，所以是他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马克听后还是想为他做点什么。这时医生的眼神亮了，因为眼前这个男人是他107个小时的人生里唯一一个关心他的人。他问马克为什么会在乎他的遭遇，谁知马克给出的答案极完美，却也让人失落。Because we're people, not parts of people. No one gets to just turn you off. You're nice, Mark. 就这样，医生带着遗憾和失落，再次踏进死亡之门。无助和恐惧让他停住脚步，还想转头和老黑说点什么，
谁知对方不但不耐烦地打断他说话，甚至还嫌弃他浪费自己的时间。没办法，医生没得到一点肯定的安慰，只能带着无助和恐惧踏入死亡电梯。因为这部电梯专门通往测试楼层，他将在那里进行记忆清零手术，现在的人格也将彻底湮灭。这可能是三人最后一次见面，如果今晚的计划失败，他们将从世界上彻底消失，永远不会再见。在将欧文送走后，马克和何丽之间的气氛也瞬间微妙起来。马克还想说点什么，谁知何丽竟快速打开电梯，仓皇逃离。眼看电梯即将关闭，何丽又突然冲出去，拽过马克，直接嘴了上去。没错，虽然何丽的人格才诞生3个月，马克的人格也才诞生了3年，但二人还是擦出了火花。Good luck out there, boss. 与此同时，被留在公司的小胖正在去参加华夫饼派对。华夫饼单人餐，既然无人作伴，他也没必要客气，顷刻间便吃得一干二净。谁知盘底竟还写着去创始人床边的字样，床上竟有一个恐怖的面具和写有9宗罪的皮鞭。他赶忙戴好面具，坐在床上。很快，一堆戴着面具的舞者鱼贯而入。虽然他们舞姿优美，但小胖根本没心思欣赏。此刻他需要去安保室，因为今晚的计划是由他来唤醒马克3人，让他们看到外面的世界，并把公司内的情况告诉可以信赖的人。可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生活中的马克正在妹妹家参加聚会，而他身边的女人正是公司内的女领导。但是女领导今天被小保安摆了一道，不但被董事会知晓何丽上吊的事，甚至还被董事会辞退。如果他能摧毁马克等人的计划，那他不但可以重回公司，说不定还能入驻董事会。而小胖那边也并不顺利，想要将马克3人在生活中唤醒，他需要打开门两边的开关，但开关一松手就会回弹，所以他需要把2个开关同时打开，但是时间只剩50秒。此时此刻，欧文正在地下室创作油画，何丽正在参加酒会，马克却正被女领导抱住。什么神仙公司？上班的瞬间会立马失忆，下班的瞬间又立马恢复记忆，完全记不得上班中发生的任何事情，真是应了那句话：眼一闭一睁，一天过去了哈。但是对于正在上班的自己来说，却有无穷无尽的工作。是的，上班的自己不是在睡觉，而是变成一个没有一点外面记忆的人。马克就已在这种状态中工作了2年，但是今天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天。他先是被领导约谈，被告知他最好的朋友也是部门主管老佩已离职，后又被破格提升为部门主管。这种千载难逢的好事降临到自己头上，马克却并没感到高兴，而是感到深深的恐惧。因为想从这个公司离职根本不可能，他需要工作中的自己和外面的自己同时提出离职。作为新的部门主管，马克的第一个工作竟是面试新人，一个睡在会议桌上的女人。虽然中途出现很多意外，但是他最终还是让女人冷静下来，并播放了他入职前录制好的视频。My name is Hallie R. I have, of my own free accord, elected to undergo the procedure colloquially known as severance. I will be unable to access outside recollections whilst on Lumen's severed basement floor, nor retain work memories upon my ascent. 果然如他所愿，当马克和赫利在停车场相遇时，二人真的如同素未蒙面的陌生人一样。对于马克在工作时受的伤，公司也用一张补偿卡给出了合理的解释。搬箱子不小心磕到了桌角，不疑有他，马克当即驱车参加姐姐家的聚会。谁知他无意中往外一瞥，突然看到一个白头发的男人站在窗外。可是等他转一下目光后，男人又诡异的消失了。以为是自己眼花的马克并未在意，可是第2天在餐厅里，二人竟再次相遇。这次的男人还直接坐到他对面。面对马克的疑问，男人也不再装神弄鬼，开门见山地说自己就是马克工作时的好友老佩。他说自己通过某种特殊方式打破了2个记忆之间的壁垒，知晓了公司的全部真相，也由此遭到公司的追杀。只是面对一个陌生人的天方夜谭，马克怎么可能相信？仿佛是早已料到结果，男人留下一张贺卡后便匆匆离去，并没当回事的马克在回到家后就开始清扫积雪，恰巧邻居也在清扫积雪，于是二人友好的交谈起来。 You're good people.